我觉得打一个及格分吧，因为 SCI 说实话有太多的，怎么说呢？有太多的条件的不允许，就是主要是时间的问题，包括我们背台词啊什么的，就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时间看剧本的，甚至是没有时间休息的。所以说，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只能说是尽量的演好，但是如果有时间准备的话，那出来的效果肯定还是会更好一些。而且我们现场当时在拍的时候，有很多的那种语言上的小互动，包括一些怎么说，就是语气上的调侃啊什么的。后期的配音的时候，它会弄得平淡一些，没有我们当时拍的有意思。但是这个不能怪录音老师、配音老师，因为我们当时是没有那种对比音的。跟斩耀这个角色绝对是有渊源的。当时《迷案集》开拍的时候，就斩耀这个角色没定，然后马上就要开机了，导演就选了好久，也是很机缘巧合的看到了我的视频资料，导演说：“哎，就是他了。”然后我就来了之后没几天就开始拍了。这个我必须要跟观众们道个歉了。因为当时定的时间实在是太仓促了，剧本都没有来得及看完，更别说这个尔雅大大的原著小说了，实在是没有时间看。也是后来在拍摄的过程中补了一些，但是也都是冰山一角，很多东西也是没有能够看到。背台词不辛苦呀，一点都不辛苦，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背台词，都是现场直接看，直接就说完就忘。搞笑的事情啊，我觉得拍摄的时候高瀚宇全程在搞笑。这位朋友请你注意啊，我是老干部人设，那怎么能跟高老师比皮呢？是不是？他是高3岁嘛。这个我要感谢导演，导演为了保护演员，因为我太瘦了，脖子也细，导演别给演员掐坏了，稍微松一点，然后演员对我也挺好的，所以说就松的还挺厉害的，看着就是空手所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 NG 就是这高瀚宇一脸正经的对我说 Great。1、2、3、4、5、6、7、8、9、10，然后特别真挚的看着我，我就受不了了。我觉得我们俩的情感非常的复杂，简单汇成一句话就是相爱相杀。他英语行不行我还真不知道，其实应该还可以的啊，只是当时我们那个台词可能是没有想好到底要怎么回答，所以说因为是后期配音嘛，就先1、2、3、4、5代替一下。其实我们整个剧也就只有那一次是1、2、3、4、5、6、7、8、9、10，所以我就笑喷了。其实大家看剧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啊，展昭的这个人设其实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跟猫系男子可能关系不大，因为我们这个剧它是兄弟情嘛，是吧？大家都懂的啊。所以说他是两个好兄弟、好伙伴。他也是一个就是比较高冷的，而且会理性的那种分析派。至于生活中呢，我可能跟这个剧里的展昭还是比较类似的，都是这种高冷型，老干部型的这种作风。SCI 其实是我拍戏以来唯一一个没有设计的戏，因为没有时间设计，就还是那句话，时间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做功课。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一些即兴的东西，都是就是演着自然的流露吧，算是。我觉得我生活中跟展耀最像的还是智商方面啊。其实大多数的东西都是我跟高瀚宇我们自己想的一些设计，包括打响指应该也是自己想的吧。我其实当时拍的戏也很多忘了，但打响指应该是忘了是剧本的提示还是导演的这个设计还是我的设计。因为当时拍的也挺多也挺混乱的，我本身也会打响指，所以说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还比较好表现。我不知道原著小说里面有没有响指的这种情节。说实话，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以为赵觉是大 boss， 但是因为我们第一季并没有完结嘛，还有后面好多故事呢，也没有赵觉他到底是好人还是真正的那个大 boss。
后来看到很多网友的回复，我发现好像赵觉其实还挺好的，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长辈，而且特别特别的厉害。我觉得我跟高瀚宇的默契是天生的，我们俩没怎么相处，也没怎么接触过就开始拍戏了。一开始拍的时候就挺有默契的，包括我们一开始拍车戏的时候，很多因为车戏都是在棚里拍的嘛，并不是那个实景，拐弯的那种，我们来回晃，都是他一打把，然后我们俩就跟着身体一块儿往左或往右，节奏都掌握的特别的一致。我当时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我其实真的没有多想，我就是想接他，然后我发现他倒有点快，觉得我接不住了，完了，算了，收手回来吧，跟我没有关系，我要躲远一点。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没想到给录下来了。退半步的动作不是认真的，我的内心在滴血，虽然脸上扬起了笑容，但是内心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刚开机的时候还好，刚开机的时候我们大概每天能睡8个小时吧，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后来逐渐就越来越少了。全组工作人员可能每天睡4、5个小时，差不多。可能拍到最后的时候就更少了，我们都是在路上睡觉。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拍摄，然后能背台词尽量背一背。他有没有亲自示范我还真忘了，导演经常喜欢示范，而且示范都特别有激情。但是我只记得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导演真的是跃跃欲试啊，非常的开心。跟季老师合作什么感觉是吗？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心动的感觉。老鼠就算了，老鼠太酷了，老鼠如果当闺蜜的话会把我气死。在演技方面，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拍什么戏，所以演技挺烂的，得亏大爷带着，是吧？没有，大爷毕竟是专业的。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说实话，高瀚宇就是一开始拍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演员真的是就不行了。拍起来真的发现高瀚宇很厉害啊，就是他的戏挺好的，就是一拍起来的时候，对，觉得说实话是。我是吃暗黑的，我当时是去面试暗黑，然后中途在洗手间门口碰到那个师导，说：“哎，那小伙子你过来一下。”我一直在想，这剧组还有爬活的。是在剧组里面，高瀚宇小哥哥是不是最容易爆笑的呀？爆笑，哈哈哈！笑场啊，对，这个我来说吧。是一般是笑点低吗？他很活泼，他在现场非常活泼，就是属于那种自己一个人也能很开心。是因为你太闷了。新剧 SCI 明暗集，可以介绍一下你饰演的白雨桐吗？我在 SCI 里面饰演的是队长白雨桐，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比较正直，然后又有一点酷的，然后一丝不苟，然后他认定的事情呢就绝对是真的，然后包括他有的时候会去 diss 斩耀一样，因为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学心理学的人不懂办案，但是其实他内心其实是非常赞同的，只不过就是嘴上不饶人而已。那首次挑战这种刑侦题材的网剧嘛，觉得和以往自己演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其实差别还蛮大，因为像这种刑侦题材的剧的话，你演的时候其实要求演员自身脑洞会更多一点。它不像别的戏一场是一场，很多戏就是它是有连贯性的，所以你必须得把前因后果全部都捋清楚。比如说一些案件到底谁是主谋，或者是谁只是炮灰之类的，就是他会要求的非常细，所以我每次看剧本都会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搞混，所以他这种剧本这方面就是读剧本会很累。非常机缘巧合型，我是最后一个被定下来的，大概当时导演挑了好久，白宇航已经定了，然后主要他始终觉得没有跟白宇航能够就是搭配起来，大概是拍前几天吧，非常机缘巧合，他看到了我这个视频，然后就是跟导演见了面之后，相当于是一拍即合嘛，就定了。
展耀这个角色，我是通过剧本当中给出的一些提示，比如说大概洗澡那一集，就是白玉堂说你跟你爸长得挺像的，都是一张扑克脸。估计那一集观众肯定没好好看我的这个孩子。然后还有大概最后一个案子，我说我不喜欢吵闹的地方，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高冷的，然后喜欢安静的这么一个人，理性的分析派。其实性格上我觉得还是挺重合的，这么一个性格。我也是一个其实就是比较高冷，但是呢，就是跟熟悉的人也是就是会有很好的关系，就是也愿意打闹之类的那样的一个性格。所以说，我觉得跟展耀应该还是挺像的。不像的地方就是，原著有提到他是一个很爱吃的东西，我可能就是这方面美食这方面我稍微的差点意思。听说你是在迷案集开前不久才确定出演展耀这个角色的，那就吸引你来演这个剧的是什么？我就是我看了人物小传和有一个试戏片段，然后我觉得剧本和角色都很好。我们也知道这个剧是 IP 改的嘛，但是他拿到这个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就是题材的问题？没有犹豫，因为他毕竟他改完之后，他是一个刑侦的破案的题材，一个兄弟情挺好的。拍这部戏让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哪里？时间紧任务重，从11月初拍到1月份。在剧里面，因为展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嘛，然后有很多专业性的台词，你背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压力非常大，背不下来，因为生活上的戏可能还好一点，这种专业性的术语，包括刑侦类的这种破案的一些分析，可能就是很难背。谁是 SCI 迷案集剧组最皮的人？反正好像是我。举个例子。然后我每次遇到小白石都会，就警察搜身环节，就一看到他就摁墙上，就开始。你觉得自己是靠什么魅力让 SCI 迷案集的导演对你一见钟情的？说颜值的话，有点太高估自己了。说演技，那在厕所门口遇到也没有什么演技可言。我觉得缘分吧，演员。跟这个梗很尴尬的，你还非得问，你知道多尴尬吗？我当时就。我是很正常的去在说台词，而且还在耍帅。结果走过去之后，其实我当时有看到前面有一个就是那个安检那个门，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往里的，我以为它是往外的。结果走过去之后，它直接往里了，然后就很尴尬，很疼。你当时看的时候不心疼吗？兄弟情和异性恋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那种。群像的，然后男性的，然后比较怎么说呢？因为之前刚拍了一个 SM 迷案集嘛，然后它是属于探案类的，然后也是带动作的，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又考智商，然后又考体力的那种。用3个词形容一下展耀这个角色：机智、偷懒、蔫坏。那 SCI 是你演过最什么的一部戏？最辛苦的一部戏。他说他发型都不好看，没有，发型我很满意，发型我自己穿。哎，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你上次说有的时候造型是自己抓的，确实就弄得不是特别好。你猜错了，我对于我自己抓来说挺好的了已经。拍 SCI 迷案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收获那么多的人气呢？拍 SCI 的时候还真没有，就后来拍完之后回忆起来，我就觉得好像演得怪怪的。但是殊不知它播出来之后的效果会那么好。那觉得白玉成这个人物最难把握的地方是什么？因为他是个警察，然后在很多时候呢，他不可能表现得特别的嘻嘻哈哈，因为我本身平时就性格会比较开朗一点，所以在演的时候，我会时刻要保持绷紧的状态。那你觉得这个角色跟你自己本身像吗？情绪这方面其实还有点像，就有的时候会稍微有点冲动，然后心思呢也可以说是有点缜密，然后对哥们对兄弟特别好。听说这部剧剪掉了很多情节，有没有哪些是自己最印象深刻的，但是却没有放到正片中的？就是那段被剪掉了，就是前奏留下，后面那趴给剪掉了。因为其实那场戏当时印象挺深刻的，就我们两个人都拍到耳朵都有点红，这剪掉其实也挺正常的。
因为不然的话确实好像有点过。后面那块就大家就自己歪歪就好了，就不要看，有点猥琐。特别是我使主动的那个，就很尴尬。你之前有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呢？看过一点点，就俗了。但是你要真去看，我就作为一个直男，很不好意思往下看。